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我们看到了道琼斯工业指数昨天晚间出现了一个1.26%的一个快速上行动作。那么这个上行动作呢，见证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这轮行情当中的一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理论的正确性。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了3月7日这一天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然后是八剑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让道琼斯工业指数跌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的重要支撑。但是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理论在这里，所以呢，在低点31500美金31500点出现之后呢，我认为行情会有一定的反弹。那么这个反弹的时间级别大概率会有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这个反弹出现之后呢，我们看到了重要的阻力位原来是支撑位跌破之后变成阻力位，阻力位就是在32500点的这个144均线和169均线附近。那么这个位置发动突破，我判断道指会形成一个同步于下跌的和下跌时间级别类似的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动作。那么日线级别反弹动作呢，大概率会形成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目前我们观察到以316这一天为悟空阳线，然后出现了八剑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反转行情正式建立。那么上方最重要的压力呢，就是在当前点位33000点附近这个位置呢，是前面行情当中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筹码中枢。如果进一步的发动突破的话，我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呢，很容易迎来一轮周线级别的大型的上涨动作。那么如果能够出现周线级别上涨，我认为前高就是在22年12月份出现的这个前高35000点附近一定会最终突破，那么会引领一波美股的行情，同时呢也会带动比特币继续突破3万美金附近。那么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比特币一直在反弹进程当中，目前最大反弹幅度已经接近88%但是美股呢曾经在行情当中出现过一轮的下跌行情这轮下跌是由2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构成的。那么美股在前面行情当中同比特币发生了背离现象。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已经正式发动了一轮日线级别反弹，我认为比特币会同步美股就是行情重新回到比特币和美股出现同步的现象。那么比特币既然是一个上涨趋势，同步美股的反弹趋势之后，我认为3万点附近很快会容易发动这个正式的突破。目前来看在4小时级别和小日线级别上比特币在高位28000美金附近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动了一个小的突破到达了29000美金附近。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就构成了一个上方的一个箱体的矩形结构。那在这个矩形结构当中28500美金成为行情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痛点。那么这个痛点一旦发生突破的话，我认为上方空间将要被打开。同时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第3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由悟空阳线、八剑阳线、沙僧阳线组合唐僧阳线构成。唐僧阳线走出来之后，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行情走出了一个小日线级别的震荡收敛动作。这个震荡收敛动作呢，是上涨趋势当中的一个调整，并且呢构成了一个箱体结构。那么目前我们在日线级别上需要重新看到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的一个悟空阳线作为标志性的阳线。那么这根阳线呢，可以对照312的这根阳线因为这个阳线呢是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悟空阳线走的非常突兀，标志性阳线出现之后，行情才有可能继续向上突破。那么这根阳线呢，我认为在周末行情当中，甚至在下周的行情当中，很快就会出现。同时呢，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那么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悟空阳线出现了，八剑阳线组出现了，沙僧阳线是目前行情当中所处的一个位置。那么上方的阻力位就是在周线级别的169均线，也就是在285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是有压力的。突破这个压力之后，周线级别唐僧阳线会最终出现，目标点位呢是32000美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目标点位也是周线级别144均线所在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这个黄色线所在的位置。那么行情目前仍然处在一个多头的趋势当中。那么布局的方式呢，我认为是从小日线开始布局。小日线级别我们看到144均线和169均线，它的一个支撑线是在27800美金。
那么在4小时级别啊，可以补仓的一个动作是在$26,000附近啊，这个4小时级别是144均线和169均线的一个延长线形成的一个支撑。那么分仓进场，分布式布局之后，把握主要的多头方向，最终呢，你就可以获得趋势上的多头的利润。无论是 ETH 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还是 BNB 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我们都看到了一个下跌趋势。在这个下跌趋势过程当中，跌破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线。这条支撑线呢，是源自于21年5月份波峰连线突破焦点之后延长线的部分啊，位于0.067这个位置。那么日线级别下跌期完成之后，我认为它会有一个接力式的下跌，因为它的下跌趋势已经成型，所以呢，最终可能会平行于22年5月份的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轮下跌啊，互相平行，形成一个平行结构。那么这意味着以太坊的上涨速度呢会弱于比特币，所以呢，目前以太坊在这个位置，在$1860附近迟迟不发生突破的原因，就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定的下行动作。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认为对以太坊和 USDT 的这个交易对有一个多头的预期啊。多头预期存在，但是它是弱于比特币的一个多头预期。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箱体结构呢，基本上已经发动了突破，并且呢，形成了一个非常密集的筹码密集区。那在筹码密集区形成之后，缺乏的是一个快速上涨的一个悟空阳线。如果悟空阳线正式成立的话，正式走出来的话，在日线级别上走出一个正式的悟空阳线之后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的目标点位是$2200。那么这轮行情当中出现非常多的强势币啊，主要的龙头币种呢，包括了推特板块的 Musk 啊，早在去年10月份就发动了一波上涨，目前仍然在上涨趋势当中，并且呢，在3月初的行情当中已经突破了一个收敛结构啊，向上正在发展。这个发展的结构呢，向上突破的结构呢，我们最终呢可以画出一个向上方向的波峰连线和向上方向的波谷连线。那么目前为止，这个结构这两条线呢，我们没有办法画出来，证明它的上涨趋势呢就依旧存在。那这个行情对于 Musk 的行情呢，也可以看到 CHX 目前也是这种趋势，龙头板块、龙头币种它的一个上涨趋势、上涨结构，你没有办法画出来之前呢，它的这个焦点没有看到之前它依旧保持一个上涨的趋势。那么最近2天最精彩的币种呢是 SXP 它和币安平台合作出了一个 SIM 卡，目前已经正式发售已经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卡了。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昨天前天2天时间暴涨171%，快速上涨之后呢，我认为它的底部成交量出现了一个放大，价格随之上涨。那么未来呢可能会有一轮的行情。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SXP 的最大下跌幅度达到96%，是暴跌。暴跌之后呢，目前在周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首根悟空阳线，那么周线级别上就有可能走出八节阳线、上升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形成一轮快速上涨引发的多头行情。那么在更细节的一个环节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4小时级别目前走出了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细优，然后做小线级别调整。那么当前行情正在做的是第2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优，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之后，目前正处在一个8节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上方对于4小时级别的这个时间级别，就可能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这个2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优，通过合并 K 线可以发现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细优，有悟空阳线之后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因此呢，当前行情当中落后于比特币、落后于以太坊，甚至落后于很多币种的一个 SXP 目前是一个突破性的走势，因此呢，上方目标点位是在$1以上到达$1附近之后，前面是有一个平台期的，这个平台期呢会构成一个压力。那么在当前行情当中上方阻力几乎是非常微弱了这个区间的阻力非常微弱，所以呢，我们看到$1附近。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